边看王者边听小说，苏哲王者荣耀，夜黑语著。第553章，节奏乱了。在长歌关羽的掩护下 ，Akon 和旺财顺利潜入 Quake 战队的野区，反掉了蓝 buff。而雅典娜与太乙真人前期的战斗力相当强悍，拿下双 buff 的雅典娜几乎不怕任何人的威胁。下路关羽仍然在与李白、张飞纠缠，苏哲也及时的与队友交流汇报自己这边的状态。李白和张飞都在我这里，上路野区暂时安全。于是雅典娜与旺财两个人大肆扫荡野区。这一波野怪拿到的话，雅典娜瞬间就可以到达3级。两名解说被 Prime 战队前期的节奏深深震撼，没想到一个关羽就成功在下路拖住了3个人。边路的刘邦这个时候也来到野区支援了，但长歌的关羽利用超强的机动性瞬间回到线上。下路我只能拖到这里了，接下来靠你们了。张飞和李白应该还有一段时间才能回上，不过他们也有可能选择去咱们的野区反蓝。苏哲分析道，同时有条不紊地回到线上收经验。这个时候 Akon、旺财两个人开始与线上的 Lucky 联动。因为对面 Quake 战队的程咬金只有2级，程咬金到了4级之后简直就是灾难般的存在，但4级之前生存能力还不是很顽强。Lucky 老谋深算，立即开始贴身进攻程咬金。一个2技能减速程咬金，随后一技能直接命中，附魔状态下的方天画戟攻击能力不俗，程咬金2下就被吕布砍得7荤8素。无奈之下，程咬金只好交出一技能逃逸，但交出一技能的代价是血量下降。程咬金的被动使得他在释放技能的同时降低血量。而刚刚转身回到防御塔，一只小绿手就从河道上伸了出来。太乙真人2技能眩晕之后，一技能直接爆炸，程咬金的血量顿时只剩下1/3。程咬金在对线上就要保持低血量，否则无法打出伤害。可前期没有大招的支持时，低血量的程咬金非常危险，被抓住几乎就是个死。更何况太乙真人的眩晕技能最多，2技能起手，一技能2次无 CD 爆炸，可以在瞬间刷出3次控制。程咬金走不掉了，后面 Akon 的雅典娜已经追来，冲锋2技能给上打出伤害，背后 Lucky 的吕布快速走位过来，挥舞方天画戟，人头我要了 First Blood。 Lucky 的吕布豪取一血，全场皆惊，这还是上一场的吕布吗？这还是上一场的 Lucky 吗？明显不是啊，上一场的吕布全场被 Quake 战队追着 A， 人头送成鬼，简直就是一个提着方天画戟的大号 ATM。可是这一场的 Lucky 居然前期打得这么生猛，还拿了个 First Blood， 抢人头，这一定是在抢人头。不过一血到手，观众席上那些无脑喷人的声音就少了很多。喷子往往是最肤浅的生物，他们根本看不懂套路和局势，在他们看来，拿了一血的就是牛逼，管他是不是抢人头。赛场上 Quake 战队嗅到了危机感，糟了，被关羽带节奏了。打野阿牛愤怒地说道，同时对下路的刘邦道，刘邦盯死关羽，别让这家伙随便游走。刘邦一脸懵逼，让我盯死关羽？他特么加上赤兔马一共6条腿，让我2条腿的刘邦盯死关羽？你确定不是在搞笑？话音未落，关羽迎面就是一刀，贪生怕死之徒。刘邦被推的直接摔进草丛。我靠，我好歹是你大哥的老祖宗好不好？要不要这么暴力？刘邦还没从草丛里爬起来，长歌的关羽已经一骑绝尘转身离开，只剩下一个潇洒的背影。关羽清兵推线都太快了，完全不是刘邦能够媲美的。清完一条线马上就去 gank， 关羽买一块学识宝石就可以这么任性。而此时Quake 战队的打野李白和辅助张飞果然选择入侵 Prime 战队的野区了，自家野区早被雅典娜给扫干净了，想赚钱只能来敌人的野区，没办法，富贵险中求嘛。关羽马头探草嗅出危险，立即打出信号，集合，咱们关门打狗。
Quick 战队的李白与张飞被封锁在野区之中，想走出去并不容易。嬴政从中路赶来，关羽从斜后方插上。此时阿牛的李白刚刚拿完蓝 buff， 等级也刚刚到3级，血战到底。关二爷一声咆哮，长刀挥出，直接收掉李白的一只野怪。Quick 的阿牛被吓了一跳，连忙转身给出一技能将进酒穿梭关羽，打出卡顿效果。解说们异常兴奋，野区中2支战队遭遇了。我们看一下 Quick 战队的李白是准备与长歌的关羽硬碰硬呢，还是准备就这么离开？现在 Prime 战队的支援正在来的路上，我觉得最稳妥的办法应该是转身离开吧。嬴政和关羽已经够让人头疼的了，后面还有雅典娜和太乙真人。Quick 这边其实看到关羽如此勇猛地冲上来，2个人就知道 Prime 战队的支援快到了。长歌的打法向来是沉稳老辣，绝不能用送人头的失误出现。阿牛，你先撤，我顶着。张飞沉声说道，给出技能击飞关羽。阿牛倒也冷静，知道是非之地不宜久留。那靠你了，我先撤。说着，李白直接2段将进酒给出，冲入河道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道箭雨从天落下 ，Tiger 的嬴政到了，一技能给出减速李白。阿牛非常难受，但这还没有到走不掉的程度，嬴政毕竟没有硬控。偏偏就在这时，一个身影闪现过来，是太乙真人。闪现衔接一技能爆炸眩晕，这下李白是走不掉了。靠！阿牛不由得爆出粗口 ，Quick 战队的脱节太严重了。边路的刘邦和中路的扁鹊虽然也过来支援，但终究已经赶不及，因为雅典娜已经来了，她的位移速度实在太快。醒悟吧，罪人！2技能打出穿刺伤害，一技能刷新，再接一个2技能，就直接将李白收割。前期的李白实在是太脆了，被控制住几乎就是难逃一死。与此同时，野区里的张飞也被关羽推到了地图深处。张飞没有带闪现，而是带了乘机，这就意味着他没有保命的机会，是死是活全凭走位。但前期入侵野区没有队友的支援，这也就意味着一旦被反抓必死无疑。嬴政、太乙真人一拥而上，冲入野区，直接收割了张飞。开局到现在短短3分钟，已经出现了3个人头，3个人头全部属于 Quick 战队，节奏上 Prime 战队完全领先。而一切的原因都是长歌的关羽冲入野区，打乱了 Quick 战队的节奏。此时的 Quick 节奏乱了，丢人头是在所难免。解说剑南，我们看到 Prime 战队在长歌拿到关羽之后，立即找回了节奏。开局这前3分钟打得有板有眼 ，Quick 战队现在的局面有些危险，是否要马上采取措施弥补呢？还是按照以往的策略，将战局拖到后期再说？芊芊则摇头，但 Quick 战队不能忽略一个问题 ，Prime 战队拿着一个吕布，如果真的把比赛拖到后期，谁能打得过吕布？Quick 战队前期连丢3个人头，全队上下都开始产生危机感。不过 Quick 的教练倒还算是临危不乱，沉声说道：“别慌，现在开始防守，先调整心态，再谋取反击，这是 Quick 战队长久以来的策略。”你觉得 MVP 就是你打的最好，对吧？多少上单都打到副战级。集合，进攻主宰。我来喽！发起进攻。难道不是吗 ？MVP 不是打的最好的吗？MVP 不是打的最好的，什么才是打的最好？跟我讲讲。
我操！发起进攻！不是看着击飞了武则天吗？难不成是你？大招还未冷却。真别急。连长喽，连长喽！土狗一个，还瞧不起这个英雄。来嘛，我看看你什么数据。